砰砰砰，沉重而急促的敲门声像战鼓一样，砸在深夜寂静的空气里，也砸在我的心上。丈夫陈浩从床上坐起来，眉头紧锁地问：这么晚了，会是谁？我拉紧了睡衣的领口，一股莫名的不安让我下意识地摇了摇头。先别开门。门外，一个我以为今生都不会再听到的带着哭腔的熟悉声音，绝望地穿透了单薄的门板。哥，大嫂，开门啊！求求你们了，救救我，救我一命啊！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公婆走得很突然，一场意外的车祸，没给任何人留下反应的时间。接到电话时，我正系着围裙在厨房里炖着莲藕排骨汤，那是婆婆前一天打电话说想喝的。电话是丈夫陈浩打来的，他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冰窟里捞出来的。我手里的汤勺哐当一声掉在地上，摔得四分五裂，就像我瞬间崩塌的世界。我和陈浩结婚12年，跟公婆住在一起也整整12年。都说婆媳是天敌，但在我们家，至少表面上还算和睦。公公性子闷，一天说不了几句话；婆婆嘴碎，爱唠叨，但都没什么坏心。我知道他们心里更疼爱小儿子陈宇，那是他们从小捧在手心里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宝贝。陈浩是老大，从小就被教育要懂事，要谦让，所以好的东西总是先进着陈宇，好吃的好喝的，新衣服新玩具，从来都是陈宇挑剩下的，才轮到陈浩。等我们结了婚，这种偏心也顺理成章地延续了下来。家里的大事小情，公婆的日常起居，都落在了我和陈浩的身上。陈宇和他的妻子则像家里的客人，逢年过节提点水果回来，就能把公婆哄得眉开眼笑。而我每天买菜做饭、洗衣拖地，照顾他们头疼脑热，在他们眼里似乎都成了理所当然。我不是没有过怨言，也曾跟陈浩抱怨过，陈浩总是叹着气揽过我，说：婉婉，辛苦你了。陈宇从小被惯坏了，我们是哥嫂，多担待点吧。为了他这句话，为了这个家，我一担待就是12年。我以为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我这么多年的付出，总能捂热他们的心，可现实却给了我最响亮的一记耳光。公婆的后事，我和陈浩几乎是跑断了腿才操办起来，联系殡仪馆，布置灵堂，通知亲友，每一件事都繁琐的让人头皮发麻。陈宇呢，他除了在确认死亡通知书上哭了几声之外，就像个没事人。他不是在角落里打电话，就是在不停地刷着手机，眉头紧锁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处理什么天大的生意。我让他去帮忙招呼一下亲戚，他摆摆手，不耐烦地说：这种事你和我哥弄就行了，我看见他们就烦。我让他去守夜，他打了个哈欠说：不行不行，我熬不住，明天还得上班呢。可谁不知道他那份工作，3天打鱼2天晒网，1个月也去不了几天。陈浩气得想骂他，被我拉住了。我摇摇头，对丈夫说：算了，爸妈刚走，别吵了，让他们安安静静地离开吧。我总想着死者为大，可我没想到我的忍让和顾全大局，在陈宇眼里不过是软弱可欺的证明。葬礼那天，天阴沉沉的，下着细密的冷雨，灵堂里哀乐低回，亲友们都穿着素色的衣服，神情肃穆地前来吊唁。我和陈浩跪在蒲团上，双眼红肿，机械地向每一个前来鞠躬的人回礼。一整天没怎么吃东西，我的胃里空得发慌，
头也一阵阵地发晕。就在我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，陈宇突然大步走了进来。他没有像别人一样上香，也没有鞠躬，他径直走到我的面前，居高临下地指着我的鼻子，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饱含着憎恶和鄙夷的语气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你给我滚出去！”整个灵堂瞬间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身上。我愣住了，完全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。我抬起头，茫然地看着他，问道：“陈宇，你说什么？”我说：“让你滚出去。”他提高了音量，声音尖利刺耳：“你一个外姓人，有什么资格跪在这里？我爸妈的葬礼，轮得到你来假惺惺？”我的脑子嗡的一声，像是被重锤狠狠砸了一下。外姓人，我喃喃自语，觉得荒唐又可笑。我嫁到陈家12年，照顾了爸妈12年，现在你跟我说我是个外姓人，你本来就是。陈宇的表情因为愤怒而扭曲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，你不就是惦记我爸妈留下的那套房子和存款吗？我告诉你，林婉，毛都没有，那些都是我们陈家的东西，跟你没有半点关系。他的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刀子，刀刀都扎在我的心口上。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在一瞬间冲上了头顶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我这么多年的付出，这么多年的忍气吞声，到头来在他眼里竟然只是为了图谋家产。陈浩又惊又怒，一把站起来挡在我面前，冲着陈宇吼道：“陈宇，你疯了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这是在爸妈的灵堂前。”我当然知道。陈宇毫不示弱地与他对视：“哥，你就是太老实了，才被这个女人骗得团团转。她今天必须走，不然就是对爸妈的大不敬。”亲戚们开始窃窃私语，有的人上来劝架，有的人则远远地站着看热闹，场面乱成一团。婆家的一位远房婶子拉了拉陈宇的胳膊，小声说：“小宇，别闹了，有什么事等葬礼结束了再说，让你爸妈安生走吧。”陈宇却一把甩开他的手，红着眼睛喊道：“不行，我就是要现在说，我不能让我爸妈走了，还看见这个外人在这里碍眼。”说着，他竟然伸手来推我，嘴里还骂骂咧咧：“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！”陈浩死死地护住我，两兄弟在父母的灵堂前推搡起来。我看着公婆的黑白遗像，他们的表情在缭乱的烛光下显得那么安详，又那么讽刺。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冷了下去，最后变成了一片死寂的灰烬。我累了，真的累了。这12年的时光，像一场漫长而滑稽的独角戏，演到最后，我才发现自己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丑。我轻轻推开了护在我身前的陈浩，对他摇了摇头，然后我站直了身体，最后看了一眼那2张遗像，眼神里再也没有了半分温度。我没有再看陈宇一眼，也没有理会周围那些同情、鄙夷或是看好戏的目光。我挺直了脊梁，一步一步地走出了这个让我付出了12年青春，却最终将我视作外人的家。门外的冷雨夹着寒风打在我的脸上，冰冷刺骨，但我却感觉不到冷，因为我的心已经比这寒冬腊月的天气还要冷上千倍万倍。身后是哀乐和嘈杂的争吵声，身前是迷蒙未知的前路。我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，没有回头，一步也没有回头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出租屋的，那是一个我们为了工作方便在市中心租的一间小小的单身公寓。平日里，我只有在加班太晚的时候才会偶尔住一晚，大部分时间它都空着。可现在，这个不到30平米的小空间却成了我唯一的避难所。
我把自己扔在床上，没有开灯，也没有脱掉湿透的衣服，我就那么静静地躺着，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门锁传来转动的声音，陈浩回来了。他打开灯，看到我这副狼狈的模样，眼圈一下子就红了。他快步走到床边，紧紧地抱住我，声音沙哑得厉害：“婉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除了这3个字，他似乎再也说不出其他的话来。我没有哭，也没有推开他，只是任由他抱着。许久，我才轻轻地开口，声音平静的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：“陈浩，我们分开住吧。”他浑身一僵，猛地抬起头，满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：“婉婉，你说什么？你要跟我离婚？”“不是离婚。”我摇了摇头，“我只是不想再回那个家了，我累了。”陈浩的脸上掠过一丝痛苦，但更多的是愧疚和无力。他松开我，颓然地坐在床边，双手插进头发里，痛苦地呻吟着：“是我没用，是我没保护好你，我没脸让你再跟我回去受那种委屈。”那天晚上，我们聊了很久，或者说是我说，他听。我把这12年来积压在心里的所有委屈、不甘和失望，都像倒豆子一样，一股脑的全说了出来。我说起刚结婚时，我满心欢喜的给婆婆买了件新衣服，她当着我的面说好看，转头就给了小姑子。我说起我怀孕时，孕吐的厉害，想吃口酸的，婆婆却说酸儿辣女不吉利，硬是顿顿给我做油腻的补汤。我说起陈宇每次没钱了就回家来要，公婆二话不说就把积蓄给他，而我们想做点小生意周转一下，他们却说手里没钱。我说起这么多年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，却连一句肯定都很少得到，桩桩件件，林林总总，说得我口干舌燥，心里的那块大石头却好像终于被搬开了一些。陈浩一直沉默地听着，眼里的光一点点暗淡下去，最后他抬起头，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坚定。“婉婉，我明白了。”他说，“这个家我们不回了，以后我们2个人重新开始。”公婆的葬礼结束后，按照流程该处理遗产了。所谓的遗产，其实就是一套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，还有一张30多万的存折。家庭会议的地点约在了那个我发誓不会再踏足的家里，但为了把事情彻底了断，我还是陪着陈浩去了。陈宇和他的妻子坐在沙发的主位上，俨然一副主人的姿态。看到我们进来，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只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。处理后事请来的家族长辈清了清嗓子，开口道：“人死不能复生，日子还得过。今天把你们叫来，就是商量一下你爸妈留下来的这点东西怎么分。”陈浩还没开口，陈宇就抢先说道：“这有什么好商量的？我哥都结婚搬出去了，我才是陈家唯一的根，我爸妈的东西当然都是我的。”他妻子也在一旁帮腔：“就是啊，自古以来都是小儿子守着家业的。再说，我哥大嫂在外面自己有本事，也不差这点东西。”我听着这话，气得差点笑出声。什么叫结婚搬出去？我们明明一直住在家里照顾老人，什么叫不差这点东西？这些年要不是我们俩省吃俭用补贴家用，这个家早就入不敷出了。我看向陈浩，他的脸上一片铁青，嘴唇紧紧地抿成一条线。这些年来，他就像一头默默耕地的老牛，承担了家里大部分的责任和压力，却很少为自己辩解什么。他总说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分得那么清。可现在，他这唯一的弟弟却要用最伤人的方式把他和这个家彻底分清。那位主持会议的家族长辈
大概也觉得场面太过难看，干咳了2声，打圆场道：“陈宇，话不能这么说。陈浩也是你爸妈的儿子，这些年他和林婉的付出，大家也都看在眼里。”陈宇的妻子立刻尖着嗓子反驳：“看在眼里又怎么样？他们住在这里，吃在这里，难道不应该出点力吗？我们陈宇可是每个月都给爸妈生活费的。”我心里冷笑，每个月给500块，然后隔三差五以各种名目从公婆那里拿走1000、2000，这也叫给生活费？陈浩一直没有说话，他的目光沉沉地落在陈宇的脸上，那目光里有愤怒，有失望，但更多的是一种深不见底的悲凉。他终于开口了，声音很低，却像石头一样沉重。陈宇。陈浩盯着陈宇，一字一句清晰无比。我哥嫂的本分尽到头了，爸妈留下的东西我们1分钱都不要，这套房子，这张存折都给你。从此以后，你是你，我们是我们，你的事我们不会再管，我们的事也请你不要再来打扰。说完，他拉起我的手，转身就走。整个屋子的人都愣住了，谁也没想到一向温吞好说话的陈浩会说出这么决绝的话来。陈宇的脸上先是闪过一丝错愕，随即被巨大的狂喜所取代。他大概以为还要费尽口舌的争吵，没想到会这么轻而易举地得到一切。那位长辈反应过来，连忙起身拦住我们：“哎，陈浩，有话好好说，怎么能说这种气话呢？”陈浩停下脚步，回头看着他，神情却异常平静。“叔，我不是在说气话，我是认真的，麻烦您做个见证，我们自愿放弃所有遗产。”说完，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笔，走到桌边，在一张白纸上刷刷刷地写下了放弃继承权的声明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，按下了手印。整个过程，他的手没有丝毫颤抖。做完这一切，他把笔一放，拉着我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那个家门。身后是陈宇和他妻子压抑不住的得意笑声。走出门的那一刻，午后的阳光照在身上，暖洋洋的。我侧过头，看着身边的丈夫，他的脸上没有了愤怒，也没有了悲伤，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平静。我知道，从今天起，我们是真的和过去彻底告别了。回到我们那间小小的出租屋，陈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系上围裙，走进厨房。他不太会做饭，笨拙地切着菜，油溅到身上，烫得他直咧嘴。我走过去，从身后抱住他：“我来吧。”我说。他转过身，把我拥进怀里，下巴抵在我的头顶，轻轻地说：“婉婉，这些年委屈你了，以后换我来照顾你。”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，这不是委屈的泪，而是释然的泪。我们很快就办理了相关的法律手续，彻底与陈宇一家划清了界限，没有了大家庭的拖累和纷扰。我们的生活虽然清贫，却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。我们不再需要为了省钱给公婆买补品而苛待自己，我们可以在周末睡到自然醒，然后手拉着手去逛公园，看一场便宜的早场电影。陈浩开始学着做菜，从一开始的手忙脚乱、焦头烂额，到后来也能做出几道像样的家常菜。我则拾起了搁置多年的爱好，在阳台上种满了花花草草。每天下班回家，看到满屋的饭菜香和一室的芬芳，我才感觉到这才是真正的生活，这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家。当然，我们偶尔也会从一些远房亲戚的闲聊中听到关于陈宇的消息。听说他拿到钱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辞掉了工作，说要自己做大生意。听说他买了一辆20多万的新车，
每天带着一群所谓的朋友吃喝玩乐，好不风光。听说他把爸妈留下的老房子重新装修了一遍，搞得跟皇宫一样，还放话说要让所有人都看看他陈宇才是陈家最有出息的人。对于这些传闻，我和陈浩只是相视一笑，不做任何评价。他选择走什么样的路，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，都与我们无关了。我们就像两条相交后又分开的直线，从此奔向了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。我们都以为这种平静安稳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，直到半个月后的那个深夜，一阵疯狂的敲门声再次打破了我们生活的宁静。时间往前倒推半个月，也就是陈宇拿到所有遗产的那天。从民政部门走出来，手握着房产证和那张30多万的存折，陈宇感觉自己整个人都飘了起来。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飞黄腾达，走上人生巅峰的模样。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那辆开了好几年的破国产车卖了，转身就去店提了一辆崭新的 SUV， 开着新车回到家。他老婆笑得合不拢嘴，抱着他一个劲儿地夸他有本事。第二天他就去单位递了辞职信，那个月薪只有4000块，还要看领导脸色的工作，他早就受够了。现在他是有钱人了，怎么还能去干那种伺候人的活？他要当老板，要干大事业。接下来的一周，陈宇过上了他梦寐以求的生活。他每天睡到中午才起床，然后就约上一帮狐朋狗友，不是去高档餐厅胡吃海喝，就是去夜总会一掷千金。每次结账，他都抢着买单，看着朋友们众星捧月般的围着他，叫他宇哥。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，他觉得自己以前真是活得太窝囊了，明明是手握财富的命，却过了那么多年紧巴巴的日子。这一切都怪他那个死脑筋的哥哥和那个多管闲事的嫂子。现在好了，障碍扫清了，他的人生终于要起飞了。钱是英雄胆，手里有了钱，陈宇的野心也开始膨胀。光是吃喝玩乐已经满足不了他了，他要赚钱，要赚大钱，要让手里的30万在最短的时间内变成300万、3000万。在一个酒局上，一个名叫龙哥的朋友神神秘秘地向他推荐了一个项目。宇哥，你现在有本钱了，可不能光知道花啊，得让钱生钱才行。龙哥勾着他的肩膀，压低了声音说：哦，什么项目这么厉害？陈宇来了兴趣。海外的一个虚拟货币，内部消息马上就要爆拉了，现在投进去1个月至少翻3倍。龙哥说的唾沫横飞，眼睛里闪着金光。陈宇有些犹豫，他虽然好意牢牢，但也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。龙哥看出了他的顾虑，拍着胸脯说：宇哥，我还能骗你吗？我自己都投了20万进去了，你要是不信，可以先少投点试试水。在龙哥和一众朋友的吹捧和怂恿下，陈宇的理智很快就被对财富的渴望给淹没了。他想，先投个5万块试试，就算亏了也伤不到筋骨。于是他当场就通过龙哥提供的链接，在一个看起来十分专业的网站上注册了账户，投了5万块进去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每天的生活就多了一项内容，盯着那个网站上的数字。奇迹真的发生了，他账户里的数字每天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。第1天变成了5万5，第3天变成了7万。1个星期后，他那5万块的本金已经赫然变成了10万块。陈宇彻底疯狂了，他感觉自己就是100年一遇的投资天才。他立刻把存折里剩下的25万全都取了出来，一股脑地投进了那个网站。然而，
就在他把所有钱都投进去的第二天，他再次登录网站时，却发现那个熟悉的页面打不开了。陈宇的血一下子凉了半截，他拼命地刷新，重启电脑，更换网络，但那个页面就像一个巨大的嘲讽，纹丝不动。他慌了，赶紧给龙哥打电话，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通。龙哥，网站怎么打不开了？我的钱，急什么？电话那头的龙哥语气很不耐烦，系统在升级维护，过2天就好了，大惊小怪的。说完，不等陈宇再问，就直接挂了电话。陈宇将信将疑地等了2天，这2天他度日如年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手机每隔几分钟就要刷新一次那个网址，但奇迹没有再发生。2天后，他在打龙哥的电话，听到的就只剩下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的提示音了。直到此刻，陈宇才终于明白过来，自己被骗了30多万，他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全部家产就这么没了。绝望、愤怒、悔恨，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，几乎要将他撕裂。他不甘心，他不相信自己的富豪梦就这样破碎了。他要翻本，他必须要把钱赢回来。就在这时，他想起了之前在酒桌上另一个朋友跟他提过的网络赌博平台。那个朋友说，那个平台很刺激，来钱快，运气好的话，一晚上赢个10几万都不是问题。当时的他还对此嗤之可笑，觉得那是旁门左道。可现在，这旁门左道却成了他眼中唯一的救命稻草。他用信用卡套现了最后的2万块钱，红着眼睛，一头扎进了那个无底的深渊。刚开始，他的运气似乎还不错，玩了几把百家乐，有输有赢，2个小时下来，还真让他赢了3000多块。这让他瞬间又找回了那种掌控一切的感觉。他觉得自己的运气又回来了，骗子骗走的钱，他要靠自己的实力从赌场里加倍赢回来。输了，他不甘心，加倍下注，想要一把捞回来。赢了，他嫌不够，继续加注，想要赢得更多。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屏幕上不断变化的牌面，大脑已经完全被输赢的刺激所麻痹。仅仅1个晚上，他不仅输光了套现来的2万块，还把信用卡里剩下的额度也全都赔了进去。输红了眼的他根本无法停下来。平台上有借贷功能，他毫不犹豫地点了进去，不用抵押，不用审核，只需要填写身份证号和手机号，几万块的额度立刻就到账了。他根本没有去看那高的吓人的利息，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借钱、下注、赢回来，然后就是一夜的噩梦。天亮的时候，他看着自己账户里15万的数字，整个人都瘫倒在了椅子上。他不仅输光了父母的遗产，还背上了15万的巨额高利贷。恐惧像潮水一样将他淹没。没过2天，催债的电话就开始像催命符一样，一个接一个的打了进来。从一开始的好言相劝，到后来的恶语相向，再到赤裸裸的威胁。他把自己关在家里，不敢出门，不敢接电话，但该来的终究还是躲不过。3天后的一个晚上，几个满脸横肉的壮汉一脚踹开了他家的门，他们把他拖到客厅，二话不说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小子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今天只是给你个小小的教训，再给你3天时间，连本带利20万，1分都不能少，不然下次断的就是你的腿。领头的那个刀疤脸用冰冷的眼神看着趴在地上呻吟的陈宇，扔下了最后的通牒。等人走后，陈宇在冰冷的地板上躺了很久很久，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，但再疼
也比不上他心里的恐惧和绝望。20万，3天时间，他要去哪里弄这么多钱？他把能打电话的亲戚朋友都打了一遍，可那些曾经围着他叫宇哥的人，一听他要借钱，要么说自己手头紧，要么干脆直接挂了电话。他彻底众叛亲离，走投无路了。就在这无尽的黑暗和绝望中，他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了一个人影，那个被他亲手赶出家门，一向逆来顺受的大嫂，和他那个老实巴交的哥哥，他们是他最后的希望，也是他唯一能想到的救命稻草。他顾不上脸上的伤，也顾不上深夜扰人，跌跌撞撞地从家里跑了出来，凭着记忆发疯似的冲向了我和陈浩租住的那个老旧小区。他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。看到开门的林婉，陈宇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半分气焰，他双腿一软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抱着林婉的腿，涕泪横流地哭喊道：大嫂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救救我，再不还钱，他们真的会打死我的。看在我哥的面子上，求你救我一命啊！陈宇就那么毫无尊严地跪在我们的门前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他那张曾经写满嚣张和得意的脸，此刻只剩下青紫的伤痕和令人作呕的恐惧。楼道里的声控灯因为他的哭喊而亮着，将他狼狈不堪的样子照得一清二楚。我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，避开了他的触碰。我的心里没有半分同情，只有一片冰冷的漠然。陈浩站在我身旁，看着眼前这个判若两人的弟弟，脸色复杂到了极点，有震惊，有愤怒，但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疲惫和失望。你先起来，有什么事进来说。陈浩的声音听不出什么情绪，他大概是怕邻居出来看热闹。陈宇却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死死地抱着门框不肯起来，只是一个劲儿地磕头。不，大嫂，哥，你们要是不答应救我，我就不起来，我就跪死在这里。这种撒泼耍赖的戏码，他从小到大在公婆面前演了无数次，每一次都能得逞。只可惜现在站在他面前的不再是会无条件溺爱他的父母。那你就在这儿跪着吧，我冷冷地开口，语气里不带一丝温度。说完我就要关门。陈宇慌了，他没想到我会是这种反应，他手忙脚乱地爬起来，用身体抵住门，哭喊道：别，大嫂，别关门。我全都说。最终我们还是让他进了屋，不是因为心软，而是因为我和陈浩都想知道，这短短的半个月里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，能让他从一个不可一世的继承人，变成现在这条摇尾乞怜的丧家之犬。客厅里，陈浩给他倒了杯水，他的手抖得厉害，水杯捧在手里，洒了大半。在我和陈浩冰冷的注视下，他语无伦次，颠三倒四的把他这半个月来的光辉事迹全都抖了出来，从被骗光30多万遗产，到沉迷网络赌博，再到借下高利贷被暴力催收。他说的声泪俱下，把自己描述成一个被人蒙骗的可怜受害者。但我从他的话里听不到一丝一毫的悔意，他后悔的只是自己运气不好，没能赢回本钱。他憎恨的是那个骗他钱的龙哥，是那些不肯借钱给他的朋友。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反省过，是自己的贪婪、虚荣和愚蠢，才一步步把他推向了今天的绝路。哥，大嫂，现在只有你们能救我了。他哭着说完，又想跪下来。那些人不是人，是魔鬼。他们说再不还钱，就要打断我的腿。我不能没有腿啊！他们让我3天之内连本带利还20万，我现在1分钱都没有了。我老婆也带着孩子走了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他抬起头，
用一种充满希冀的眼神看着陈浩。哥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亲兄弟啊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陈浩一直沉默地听着，手里夹着的烟燃了很长一截烟灰，都没有弹一下。直到陈宇说完，他才抬起眼看着他，缓缓地问道：那套房子呢？那套他用最决绝的方式从我们手里抢走的父母留下的房子。陈宇的眼神闪躲了一下，支支吾吾地说：房子还在。哥，你的意思是卖房子救我？他像是看到了希望，眼睛瞬间亮了。对，卖房子，只要把房子卖了，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。哥，你赶紧把房子卖了，先把钱还上，剩下的钱我们还能重新开始。他说的那么理所当然，仿佛那套房子依然是陈浩的责任。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，忍不住冷笑出声：陈宇，你是不是忘了那套房子的房产证上写的是谁的名字？我的声音不大，却像一盆冰水，兜头浇在了陈宇的狂热之上。他脸上的兴奋瞬间凝固了。是啊，那套房子现在是他的。当初为了把我们赶出去，为了独占家产，他用尽了手段。他可曾想过，他亲手斩断的不只是我们对那个家的情分，也斩断了我们为他收拾烂摊子的所有义务和可能。他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陈浩掐灭了烟头，站起身，走到了窗边。他背对着我们，看着窗外漆黑的夜，许久，他才开口，声音沙哑而疲惫：陈宇，你走吧。简简单单的5个字，却像最后的判决，让陈宇浑身剧震。哥，他不敢置信地尖叫起来：你说什么？你要赶我走？你要见死不救？我救不了你。陈浩转过身，看着他，眼神里是一种哀莫大于心死的平静。当初你把婉婉赶出家门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你我之间兄弟的情分已经断了。在你为了钱连父母的葬礼都不得安宁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想到你会为了钱把自己逼上绝路。这不是别人害你的，是你自己选的。你种下了什么样的因，就该承受什么样的果。陈浩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重锤，狠狠地砸在陈宇的心上。不是这样的。陈宇疯狂地摇头，他无法接受这个结果。你是我哥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我是你唯一的弟弟啊！爸妈要是知道你这样对我，他们死都不会瞑目的。他又搬出了父母，这是他最擅长的武器，用亲情和道德进行绑架。只可惜，这件武器对现在的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。我站起身，走到门口，拉开了房门。请你离开。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：我们这里没有20万给你，就算有1分钱也不会给一个赌徒。你好自为之吧。林婉，你这个毒妇！陈宇见求情无望，终于撕下了伪装，露出了怨毒的本性。我就知道是你在一旁挑拨离间，要不是你，我哥才不会这么对我。他挣扎着想从地上爬起来，似乎还想对我动手。陈浩一个箭步上前，挡在了我的身前，像一座山。他抓住陈宇的衣领，几乎是把他从地上提了起来，一路拖到了门外。滚！这是陈浩对他说的最后一个字。然后他砰的一声，用力地关上了门。门外传来了陈宇撕心裂肺的咒骂声和绝望的哭嚎声。我们谁也没有再去理会。屋子里恢复了寂静，我和陈浩依偎在一起，静静地听着门外的声音，从一开始的激烈到慢慢减弱，最后彻底消失在深夜的寒风里。我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我们的人生和他的人生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再无交集。几天后，我们听说了陈宇的结局，他没能还上那20万，那些放高利贷的人
真的打断了他的一条腿。为了保命，也为了还清剩下的债务，他惊慌失措的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，把父母留下的那套房子匆匆忙忙地卖掉了。拿到钱后，还清了债务，剩下的也所剩无几。他妻离子散，身无分文，还落下了终身的残疾。听说有人看到他瘸着一条腿，在劳务市场上跟人抢着搬水泥的零工，也有人说看到他在天桥底下跟流浪汉睡在一起。对于这些，我们只是听听而已。他的人生终究是他自己的，他用最惨痛的方式为自己的贪婪和愚蠢付出了应有的代价。而我们的生活在经历了这场风波之后，反而更加的平静和坚定。我们用自己的积蓄付了另一套小房子的首付，房子不大，但阳光很好，阳台上我种的花开得正艳。丈夫陈浩也因为那一次的果断和决绝，真正成长为了一个能为我遮风挡雨、撑起一个家的男人。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，但也得到了更多。有时候放手不是放弃，而是一种心声。对于不值得的人和事，及时止损才是成年人最大的智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